给我瞄准了打！去你娘的 ！KO！ 注意看，比波球还猛的泰国百胜拳王笑张来华踢馆，结果却被中国小将一拳一腿当场爆头 KO。残暴程度直接吓坏一旁裁判和台下观众，称霸拳坛多年的擂台霸主，没想到如此轻易的就陨落神坛。能与泰拳王子波球平起平坐的泰拳手不多，而兴当可谓是其中实力最强、资历最深的那一个。他作为泰国最硬的男人，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横扫了整个泰国拳坛。如今38岁，不仅依然处于巅峰能打时期，还凭借345战277胜的恐怖战绩，成为泰拳界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甚至就连泰拳王子波球和电脑斗士亚桑克莱见到他都要尊称一声大师兄。如今来华仅半年时间就击败中国30多位猛将，眼看中国拳坛就要落入外人手中，细数小霸王横空出世。胡正作为酷刑者顾辉最得意的弟子，也是继承他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而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胡正在上台前就立下了军令状，声称就算拼尽全力也要誓死捍卫中国拳坛。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白拳套是中国小伙胡正，蓝白拳套则是泰国拳王兴当。胡正这场比赛可谓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质疑，只因他的师傅顾辉都曾被兴当踢断了一条胳膊，那作为徒弟的胡正上台岂不是会被当场打死？然而面对这些质疑和挑衅，小将并没有多说什么。既然大家都不看好自己，那他绝对会用实力打所有人的脸。此时胡正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连续的组合拳招呼到对手的头上，也是完全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和反应的时间。兴当就算打法战术再怎么成熟老练，那也很难抵得住这一波接着一波的猛攻。难受，好，步步紧逼，好，高扫踢，近身顶膝。你看这个兴当还是老练，让兴当在这一个时段内也是有点反应不过来。硬汉兴当也是这个泰国伦皮尼的老人了，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头，兴当这些年一直被视作类似像史泰龙、施瓦辛格一样的存在。没错，尤其是其虎皮般的砍腿啊、低扫踢啊。从比赛开始到现在，胡正不是在进攻，就是在进攻的路上，而无论是中远距离还是近距离，他都时刻拿着拳头猛压对手的内围。虽然征战擂台多年的兴当身体素质很强，但他的年龄毕竟大了，面对小将频繁的猛打猛冲，在短时间内根本就组织不了有效的防守。奈何兴当既然敢在38岁的高龄还活跃在擂台上，那实力必定是有2把刷子的。再加上他对中国选手的打法战术和比较节奏都非常熟悉，所以想在短时间内将他彻底打躺尸是根本不可能的。说怎么样的火花？是，胡正的这种打法非常细腻，甚至还在场上挑衅他的老前辈。开玩笑，什么叫前辈？前辈就是拿来挑衅用的嘛。说得好。好，要继续贯彻自己的压迫性打法，但是兴当的这种高扫啊，也是非常快、非常冷的。胡正现在一直死咬住不放，就是不给兴当机会和空间。拳法和经验同样老道的兴当，胡正前进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就算兴当施展的防守再怎么严密，那小将也总能找到机会用拳头招呼他。要知道，两人无论是擂台经验还是荣誉地位，都相差了10条街不止。然而此时胡正却用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将对手打得毫无任何招架之力。至此，无论兴当组织什么样的反击与还击，都对小将造不成一点影响。甚至就算兴当坚硬的像石头一样，那胡正也不会减缓自己猛攻的节奏。总而言之，就算拼尽全力，也一定要终结兴当的霸主地位，为师傅报断臂之仇。非常具有压迫性的打法。第二回合一开场继续迅速凶猛。是，但是不知道我现在担心啊，胡正的体能储备会不会有问题？毕竟兴当的这种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如果他这一轮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击能给这个兴当大叔造成伤害，那么就算消耗点体力也值了。是的。完了，你看看，节奏缓过来了。掌握了大比分优势的胡正根本就没想把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对于小将来说，今天不是他被打死在擂台上，就是兴当被打得彻底躺尸。此时慢慢适应了比赛节奏的兴当也开始打出主动进攻和防守反击，而他也不愧是泰国最硬的男人。
胡正这么多次的精准打击，居然没有对他造成一点影响。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小伙胡正今天的表现，确实是让所有人能眼前一亮。能在20多岁的年纪就与泰国百胜拳王打得不相上下，那他绝对是独一份。好，还有，没错。好，进行还有吸法。好，连续2拳命中。后手摆拳，刚刚那个摆拳呢没追上啊，没追上。好，中扫。你看这个兴当打断。兴当的多次消极搂抱也是成功让他收获了1张黄牌。然而，即使被扣分，兴当不仅没有沮丧，甚至脸上还笑嘻嘻的。看来他不仅没有把胡正放在眼里，甚至根本就没有把小将当成人来看。反观长时间的激烈对拼，虽然让胡正拿到了点数优势，但同时他也因此丧失了大量的体能储备。从兴当这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知道小将接下来要有危险了。所以胡正必须要尽快调整自己的节奏和状态。如果只是一味的猛打猛冲而不注重持久性，那他很可能是下一个被踢废的中国选手。胡正的拳法从各个点、各个面去击打兴当，轰击兴当的头部，轰击兴当的躯干。但是兴当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他的硬度也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抗击打，也绝对够看。是的，稳从多余，看他的气息啊，这就没有大叔稳了。没错。哦，腿非常重。但是胡正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吃到对手的进攻，马上进行反。从前2个回合拿到的优势，再加上之前的黄牌警告，只要在最后1个回合，胡正能不被对手一脚踢晕，那他就有很大的概率赢下比赛。而即使已经胜券在握了，胡正也没有因此而放松丝毫警惕。只要让他抓住机会，那绝对会用连续的拳脚组合抢夺最后的点数优势。相信一直在被动挨揍的兴当，绝对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以为自己必败了30多位中国选手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那未免也太可笑了。刚刚步入职业巅峰时期的胡正可从来都不是一位按套路出牌的选手，一旦让他登上擂台，那绝对会往死里打，不会手下留情。推开，好的，对于年轻的选手而言，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平时再多的，无论是训练技巧还是理论知识，都不如上擂台来一场实战。而且是跟经验这么丰富老道的兴当大叔对决，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学习。不过有一说一啊，不愧是兴当。吃到这么多重拳，到现在为止，跟没事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当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长时间的火力对拼让他的体能正在急速下降。反观一直在发起进攻的胡正，体能储备也正在减少。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再就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外肆意蹦跶。而兴当这场比赛也算是被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他施展的腿法恐怖至极，有着致命的危险。所以胡正在登上擂台之前，就与他的师傅顾辉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针对性训练。打不出任何有效进攻的兴当能坚持到第3回合，也算是他福大命大。不然，如果换作是其他人，说不定早就已经彻底躺尸了。对方造成特别实质性的伤害，而且这种他本能的，什么情况？这是狠狠的打脸呀！刚刚说到兴当的硬度，胡正一拳一记重拳，他为他的师傅完美的不从，他击败了兴当。胡正牛逼！最终胡正成功在第3回合 KO 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胡正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